為什麼在2026年的今天，還有幾千萬人堅信地球是平的？今天我們聊一個聽起來特別荒誕，但細思極恐的話題。你可能覺得，在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，地球是圓的這事兒，不是早就板上釘釘了嗎？可偏偏在我們這個時代，還有幾千萬人堅信地球是一張大餅，甚至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。2020年2月的一个清晨，在美國加州的莫哈維沙漠上演了荒誕又悲涼的一幕。一個61歲的老頭叫麥克休斯，他鑽進了一個簡陋的讓人害怕的火箭裡。這火箭是他用廢鐵焊的，燃料竟然是蒸汽，發射架就是幾根鋼管。在眾目睽睽之下，火箭點火，白煙衝天，休斯真的飛上了天。但僅僅3秒鐘後，降落傘意外脫落，火箭在500米的高空失速，像塊秤砣一樣砸進沙漠。休斯當場死亡。他生前是個開豪車的司機，花了10年時間砸進去20萬美元，命都搭上了，就為了幹一件事兒，親自飛上天，親眼看一眼地球到底是圓的還是平的。他不信 NASA， 不信教科書，他只信自己的眼睛。結果他的眼睛永遠閉上了。你可能覺得這只是個極端的瘋子，但數據會讓你大吃一驚。在美國，和休斯持相同觀點的人超過1200萬，每20幾個美國成年人裡就有1個堅信地球是平的。在巴西，這個數字是2400萬。在英法德這些發達國家，地平論信徒也是100萬計。他們有國際組織，有年度大會，門票幾百美元一張，還得搶。這幫人不是躲在地下室自嗨的邊緣群體，他們正在進入主流視野。這就很詭異了。我們現在是什麼時代？衛星上天70年了，人類登月50年了，空間站24小時都在直播，你打開手機地圖，想怎麼轉就怎麼轉。全世界都在告訴你地球是個球，可偏偏有幾千萬人打心眼裡覺得地球就是一張大餅。更讓人想不通的是，這幫人很多受過高等教育，邏輯清晰，甚至能跟你辯論3天3夜，圖表數據信手拈來。你給他看太空照片，他說那是 CG 特效。你問他 GPS， 他說那是地面基站。你跟他急，他反而覺得你被洗腦了，太可憐。今天我們不討論地球的形狀，那是2000年前古希臘人就搞清楚的事兒。我們要聊的是一個更有意思，也更細思極恐的問題：人的大腦到底是怎麼工作的？為什麼在鐵證如山面前，還有人能真心實意地相信一個離譜到家的東西？這個答案跟我們每個人都有關，因為地平論只是冰山一角，它背後藏着人類認知系統的一個巨大漏洞。我們先來看看地平論者眼中的世界，在他們的模型裡，地球不是球體，而是一個巨大的圓盤，像個披薩。北極在中心，南極不是大陸，而是環繞圓盤邊緣的一圈冰牆，幾百米高，擋住海水不流出去。太陽和月亮不是億萬公里外的天體，而是2盞巨大的聚光燈，懸浮在圓盤上方5000公里的地方繞圈。星星則是更高處穹頂上的發光點。你聽完肯定覺得這漏洞百出，但我要告訴你一件反直覺的事兒。如果你把現代科學知識清空，單純靠肉眼觀察和日常經驗，這套理論其實挺合理的。你想啊，你現在往窗外看，地面是平的吧？你坐飛機，地平線是直的吧？如果地球真的在高速自轉，你跳起來為什麼能落回原地？為什麼你感覺不到每小時10幾萬公里的飛行速度？這些問題每一個都直指你的日常經驗。地平論的厲害之處就在於，它不需要你懂複雜的物理，它只需要你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而相信感官是人類幾百萬年進化出來的本能。當然，現代物理學對這些都有完美解釋。地平線看起來是直的，是因為地球太大了，你就像足球上的一隻螞蟻。落回原地是因為慣性參照系，感覺不到速度是因為沒有加速度變化。但問題在於，這些解釋不直觀，它們需要你先接受一套抽象概念，什麼慣性、加速度、引力常數，然後用這些看不見的東西去否定你眼睛看到的現實。這一步對很多人來說跨不過去，因為人類的大腦天生就不是為了搞科研設計的。我們的祖先在草原上生存，靠的是快速判斷獅子在哪兒，往哪兒跑。這種判斷必須快，必須直覺。心理學家卡尼曼把這叫系統1，
反應極快，但容易出錯。而邏輯推理的系統2雖然準確，但用起來太累，太費能量。地平論完美地餵飽了系統1，它讓你省去了思考的負擔，讓你覺得我看到的才是真理。這就引出了另一個關鍵，知道和相信是兩碼事兒。你知道地球是圓的，但這只是一條躺在記憶角落的死知識，不影響你吃飯睡覺。而你相信的東西，往往是你親眼見過、身邊人認同且跟生活相關的。你相信火是燙的，因為你被燙過，但你親眼見過地球全貌嗎？沒有。所以地球是圓的对大多數人來說只是個存儲的死知識。如果某天你因為好奇去搜地球是平的還是圓的，你會發現網上有一大堆看起來非常專業的內容。他們分析 NASA 照片的破绽，討論南極條約的陰謀，這些內容邏輯嚴密，一環扣一環。而主流科學的回應往往是嘲諷或者滿篇術語，普通人根本看不懂。這時候你心裡就會產生變化，地平論那邊在認真討論，主流科學這邊在傲慢糊弄，誰更可信？更要命的是，互聯網的算法會把你拉進回音室，你點了一個視頻，系統就會推薦10個。你會發現原來世界上有這麼多志同道合的人，這種歸屬感會讓你覺得自己在參加一場全球性的覺醒運動。這時候，另一種心理機制確認偏誤就啟動了。一旦你開始相信，你就會下意識地尋找支持證據，而忽略所有反对證據。你看太空照片，第一反應不是證據，而是這又是假的吧？這種雙重標準是自動發生的。你以為在客觀分析，其實潛意識早就選好了邊。而且改變信念的心理代價太大了，你投入了時間，跟家人吵了架，甚至像休斯一樣砸了錢。承認錯誤就意味着承認自己是個傻瓜。為了維護自尊，大腦會強行讓你在錯誤的道路上跑到底。但地平論的核心其實不是地理，而是對權威的不信任。它是一個巨大的陰謀論框架。NASA 在演戲，政府在撒謊，專家在騙錢。這套敘事精準，擊中了現代人的焦慮。這些年，專家打臉、機構造假的事兒並不少見，普通人對權威的信任正在崩塌。地平論給了他們一個出口，不是我理解不了世界，是他們在騙我。這種我看穿了陰謀的優越感非常上癮，它能讓一個在現實中感到渺小無力的人，瞬間覺得自己是掌握真理的精英。所以，用摆事實、講道理的方式去說服一個地平論者，幾乎是徒勞的。你給的證據越多，他越覺得你洗腦太深。那該怎麼辦呢？研究發現，改變信念最有效的方式是搞清楚他為什麼需要這個信念。他是因為孤獨需要社交，還是因為缺乏掌控感需要一個簡單的解釋？如果能從底层需求入手，讓科學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教条，而是他自己也能操作的工具，這種執念才可能鬆動。地平論像一面鏡子，照出的不是地球的形狀，而是我們每個人認知系統裡的裂痕。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，保持清醒的代價，或許就是我們要不斷對抗那個愛走捷徑的原始大腦。